我操！我就想问问，还有比这更离谱的比赛吗？这场比赛简直就是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家了！韩国第一巨人竟然被中国18岁小伙吓到双腿发软，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一幕让现场的韩国观众也感到不可思议，一脸茫然。结果，观众朋友们，更离谱的来了，韩国巨人的腿就在刚刚被吓到摔骨折了，无奈之下只能扔出毛巾投降。我是韩国第一巨人朴龙水，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弱小的蝼蚁，中国选手们尽管放马过来，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一脚踩死你们。刚刚那个对着镜头嚣张狂言的家伙名叫朴龙水，是韩国第一巨人。如果你觉得这个家伙就已经很嚣张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和韩国主持人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而这一次，面对韩国人的狂妄自大，来自于中国辽宁的东北小伙18岁的尹鹏森杀入到了韩国。这场比赛，他将横跨5个量级向韩国巨人朴龙水发起挑战，而这场比赛也会让韩国人彻底闭嘴也不再嚣张。当然，只是暂时的这个韩国人可以说是1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别人是3天这韩国人是1。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我们的蓝色拳套尹鹏森一位18岁的小伙子。好，体型差就很明显了，差很多。但尹鹏森呢，我们看这个双拳抡得很猛。要知道这可是客场作战，台下坐的都是一颗又一颗的小泡菜这称体重，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了。你看，这个朴龙水具有身高，又有体重上的优势。要知道，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你看他的腿法是非常好能够起腿。尹鹏森的拳法非常好，左右摆拳，包括的后手都是好。这不过年不过节，这怎么还跪下来了？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该不会是我们传说当中的纸老虎吧？徒有虚表，看起来很肥很壮，但实际上呢，就是个沙包好，双方换腿。有效果了，对方疼了，疼了就赶紧跑。好，又来搂抱我们。现场的韩国女观众有点懵虽然说她看不懂拳击比赛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他们的韩国巨人现在很被动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朴龙水在比赛里面身高是2米了，居然还这么的灵活。尹鹏森不要跟对方有这种距离感。对，大家伙可能对这个尹鹏森韩国巨人没什么概念。这个大秃瓢呢，他的身高比张志磊可是比张志磊还要高但是有一个点呢，就是重心不稳这个上盘很壮，但是下盘呢不稳直打晃。好，尹鹏森又是一连串的进攻。整场比赛打得很主动很积极，而对方也很积极积极搂抱我，而且他大喘气看起来已经很累了。我们看对方的腿法呢，实际上能看得很清楚这是韩国的所谓的国宝武术跆拳道可以说21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笑话之一就是3个字跆拳道。他的这种身高左右高边腿都能够起来，不愧是以前是跆拳道的高手，现在改练自由搏击。你看尹鹏森的左右两侧的肋部被这个朴龙水扫腿的力量所击中。好了，观众朋友们，武林风锁定收耳，中韩对抗赛男子不杀级的第2局比赛开始了。前方是韩国的朴龙水，而蓝方是来自辽阳创新俱乐部的尹鹏森。尽管面对这个身高尹鹏森要高，体重又比尹鹏森重出10几公斤的朴龙水，对方的身上我看到了几行大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横批韩国巨人
啊，对方的拳法很烂啊，又慢又不准，腿法呢还真有点东西啊，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低扫、中扫、高扫都有，但是效果不理想，而且极大的耗费了他的体能，这导致他现在满身都是汗水啊，而且呢大喘气啊。相比之下，尹鹏森呢虽然说体型不如对手，但相对来讲很灵活，而且都是重磅级别，所以说重拳能力都是有的。朴龙水也有他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有身高，他光利用这种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但他拳法很一般，不具有太多的这种杀伤力。你看，从打到第2回合来看，现在这个朴龙水体能下降太明显了。我们常说嘛，齐腿半边空，但是，这个朴龙水啊，因为他知道这种距离感，我踢你之后，你尹鹏森也没办法上来，因为你力量太大。我们别看朴龙水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看起来很笨，但他的扫踢啊，毕竟还是有劲儿的。我们看尹鹏森，现在他的腰间已经是红的发紫。哦，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现在这一块的话是一大块的淤青啊。但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这个大块头啊，这个韩国的傻大个好像没劲儿了。而且我们看尹鹏森呢，他的进攻啊非常高效，还在推进。尤其在拳法这一块，打的对手是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地啊。我们说是想拿下尹鹏森是很难的。等于说是加强进攻，加强比赛进攻的节奏。因为像现在已经看到这朴龙水体能已经下降。再来！我们现在看到场裁判怎么突然终止比赛了？难道是对朴龙水的一种保护吗？哇！比赛结束的一瞬间啊，这个朴龙水呢被尹鹏森呢逼到角落，甚至吓到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到地上了。看来他对尹鹏森啊真是产生了畏惧。好，我们看韩国的朴龙水，现在他好像很痛苦，而且只能扶着围绳啊才能站稳。什么情况？难道说刚刚摔这一下摔出问题了？现场的韩国女观众啊，你看一脸担心呐。据说她在韩国的地位啊非常高，用韩国人的话来讲呢，就是韩国版姚明。只不过呢，她并不是打篮球啊，本来是打篮球的啊，但是实力不够啊，结果呢，这个来打拳击了。她是真疼还是说装的呀？好，比赛继续。好，连续的扫踢，再给一个勾拳。尹鹏森也看准了这个傻大个啊，底盘不稳，双腿不行了。那你双腿不行，那我就踢你的腿。哎，白色毛巾，没错，观众朋友们，认输了，不打了。韩国的第一巨人啊，朴龙水选择了认输，选择了投降啊，主要是太疼了，双腿受不了了。好，让我们恭喜这位18岁小将横跨5个级别拿下了韩国第一巨人。这场比赛太解气了啊！给我瞄准了打！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人敢相信8年不败的荷兰女拳王就这样被一拳打倒了，而且还是在比赛马上结束的最后1秒，恐怕连科幻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如此梦幻的一幕就发生在2017年中国武林风的擂台之上。中国选手名叫龚艳丽，绰号散打女皇。她曾连续38场比赛 KO 对手，场场都是以小博大，并且没有任何一场比赛超过2个回合。虽然说身高不高，体型不壮，却能横跨3个级别拿下全国散打锦标赛的冠军，10年职业生涯几乎是没有对手。但这场比赛对手更是来者不善，她便是来自于荷兰的贝特伦，绰号 KO 女王。
在这一场比赛之前，贝特伦的战绩也相当豪华，曾8年未尝一败，其终结率更是高的离谱，高达100%。他在荷兰也听说了中国也有一个 Q 女王名叫龚艳丽，所以说便不远万里的前来中国发起了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对比：161对战164，27对战25。龚艳丽比对方大了2岁。在身高上双方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数据没有报出来，那就是双方的臂展差距。贝特伦的臂长比龚艳丽足足长了15公分呐，观众朋友。战力在这个级别上绝对是世界一姐的 veteran， 而且在自己的职业拳击3战全胜 ，MMA 2战全胜，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Ronda Rousey 的这个弟子啊。现在的贝特基。我们看龚艳丽用的什么办法？一上来进内围，然后进了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不给对方打出来距离的机会啊！但是在内围啊，感觉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没错，力量明显可以看到力量有一些把控啊。龚艳丽如果这样的话消耗自己力量呢，第2、第3回合可能会比较危险。特帅，因为大家从目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身高臂展上绝对是贝特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没错。这场比赛完全可以说，贝特伦啊是龚艳丽职业生涯有史以来遇到过最难打的对手了。本身我看这个贝特伦呢，就在身高和臂展上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且你看这个家伙的姿势和气势啊，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追得很猛，火力很猛。而现在龚艳丽只能是避其锋芒，和对手啊绕开打。顶袭击，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小心啊，双面扣战腿。后面的摆拳顶膝抱住，因为要知道 veteran 不光是 X 进攻的女子代表，也是这个 WBC Muay Thai 的冠军啊，自己的顶膝是很犀利的。漂亮的这个前手。没打到，小心！veteran 可是已经干掉了王可涵，又来，也干掉了鄂美蝶。现在中国女子顶梁柱就在龚艳丽身上。现在对手的进攻意图和进攻战术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想通过这种高强度的火力压制啊，来拖垮龚艳丽的体能。但他不知道的是，龚艳丽作为我们中国散打科班出身啊，她的体能是非常好的。但光是体能好没有用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拼拳这一块我们拼不过。哦，你看对方打进来之后呢，龚艳丽是只能迎着对方的拳，赶紧搂抱来中断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而自己最拿手的，像这种侧踹了、神龙摆尾，还有点踢不动啊，踢不开对手，这个距离啊始终拉不开。在中国，王可涵、鄂美蝶和龚艳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这扫。哇！连续进攻，还好，大多数都是挡在了这种肩膀上。这个意思。哇！这上还是拉远了。现在已经是双方的第2回合了，但是我们看对方的战术啊依旧是不变，还是猛冲猛打。这一点也能反映出来，这个贝特伦啊，他的体能储备啊非常的恐怖。这一点说句不该说的啊，对方的这个身形上啊，真的是他没有太多的女性特征，除了他的长头发以外，所以我怀疑对方是不是雄性激素分泌过多，使得他的体能更像一个男人，而不像一个女孩子啊。强势局啊！后手来到。飞机漂亮。好，这是裁判在对龚艳丽进行一次警告，告诉龚艳丽啊，不可以频繁的搂抱他。但观众朋友们，你看这是没办法呀，我们这都属于无奈之举。如果能够拼拳拼得过，我们也不至于去搂抱对手啊。哦，低位打火打到了。哦，贝特伦连击前手的刺拳很快。现在龚艳丽整个把重心压低了，开始攻击对方的腹部，又扣了1分，又压了1点。好，裁判叫停了比赛，这已经是第2次警告龚艳丽，也就是说现在龚艳丽的分数啊已经落后对方2分，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无论龚艳丽怎么努力，只要不 KO 对手，那就是必败无疑了。拳法很犀利，在箍颈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好的中招。
力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关力锁定。漂亮啊，用膝尖儿的这个位置，把他顶起的时候带一个起跳的动作。错，进无早，标准。其实这个贝特伦啊，他除了 KO 女王的称号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全能女王。没错，他的全能技术已经是非常变态了。因为最开始打的是自由搏击，但是在自由搏击领域他没有对手啊，无可奈何转战到拳击，结果在拳击界也没有对手，转战到了这个综合格斗。所以说，我们看他的进攻手段很多啊，有膝法、拳法、推法都有。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还有一些摔法和肘法。好，回到主题上。这边啊，又是脑袋撞脑袋，对，刚才是一头顶在了贝特伦的脸上。没错，贝特伦表示非常的，看，直接是鼻血出来了。对，大家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哇，这下才中。在这里呢，还是要科普一下，就是打拳击比赛当中啊，无论是自由搏击、综合格斗，还是纯粹的拳击，观众朋友们，脑袋撞脑袋或者撞脸啊，这是不允许的。但龚彦丽这一下也是不是故意的，因为龚彦丽的拳商和拳品呢都是非常好的啊。刚刚这一下明显是我们想搂抱对方，但是一不小心在过程当中撞到对方了。但这一下似乎是惹怒了贝特伦，对方的杀气包括速度都有所提升了。在这最后一个回合，双方还有这么强大的体能，的确是有点离谱。刚才闪出去，这一下漂亮，对。转成好的，对，要多这样的进攻，对，这样闪出去，漂亮，一下没有担子了，现在开始拼了，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KO 女王。对，打击，对，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前摆，好，龚彦丽的第3回合的表现才是我们一直期待的这场比赛。龚彦丽前摆，后直。如果他率先发动进攻的话，距离是有些远。没错，这场比赛我们从开始看到现在哦，真是从头打到尾，尤其是这个贝特伦啊，对方的火力就从未显过。而我们的中国选手、中国姑娘龚彦丽啊，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打得非常强硬。但现在龚彦丽很着急，在前2个回合他都没有这么着急，第3回合的确着急了，因为最后一个回合了，再不使点劲儿啊，比赛就要输了。再踹，哦，主帅，贝特伦很擅长在跑。哇哦，观众朋友们，最后1秒，你没有看错，整场比赛3个回合的最后1秒。哇，科幻般电影，哇，这个真是完全不敢相信，哇，这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在马上1秒比赛就结束了，但是此时此刻，龚彦丽一个转身边拳结束了本场比赛。再看一遍，哦，这下真的是不敢相信，全程被碾压的龚彦丽在比赛的最后一刻抓住了这个机会。3大女王实至名归，太精彩了，简直我们这个心情啊像过山车一样啊！以为龚彦丽今天可能就这样了啊！好，比赛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观众朋友们不要灰心，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张伟丽在没有规则限制下打日本人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好，比赛开始。我们注意看，蓝方选手是张伟丽，而绿色背心儿，哇，正在猛打猛冲的日本选手藤野惠信。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规则限制下的张伟丽呢，下手是非常的残暴。因为这个比赛可以用肘了啊，而且也可以打地面。张伟丽的进攻手段啊，进攻角度也会变得更多一些，作战方式啊也会变得更多。好，顶肘，再顶。
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场面啊，打得比潘南选手还要激烈，而且还不做防守。哎，开口了！哦呦，我们看日本选手的脑袋上开了一个非常深的口子。张伟丽这边流出了鼻血，但是和对方这个满头的狗血比起来，我们只是毛毛雨啊，对方这是大瀑布。现场的光头裁判临时终止了比赛。这个裁判呢，他也是一个日本人。好，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对方的脸、眼皮啊，包括这个脸蛋啊，都被张伟丽打肿了。如果说上一场比赛也允许张伟丽用肘的话，那恐怕上一场比赛也会这么惨。好，比赛恢复，对方改变了战术，和张伟丽打起了赖皮的贴身缠抱。哦，但是我看对方把他的狗血呀蹭满了张伟丽的半条胳膊。打完比赛之后，张伟丽什么也不要干，我建议他呢是先去啊把胳膊好好洗一洗，太脏了。好，裁判又一次终止了比赛，应该是要检查一下伤口。现在是暂时的，除了一些凡士林，这个止血呢只是暂时的啊，并不能起到一个长效的作用。稍微打一拳啊，这个口子还在。哦，肘开了哦，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口子。哇，这个是一个横切的肘，裁判终止了比赛。这个的确是要终止了。哎呦，我们看啊，这个不终止的话，恐怕对方想活着走有点难了。好，这场比赛张伟丽也算是大获全胜啊，成功的复仇。可以看出啊，在不同的规则之下的张伟丽真的是完全两个状态啊，综合格斗之下的张伟丽就是无敌的。好，再次恭喜张美丽，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哎呦，神龙摆尾，哦吼，什么情况？结束了，裁判终止了比赛。他是比邱建良还要猛的中国搏击鬼才，干净利落的神龙摆尾，将从未被 KO 过的巴西悍将瞬间送入到梦乡，当场休克，陷入到重度昏迷。无可挑剔的拳腿功夫，再加上冷静的头脑，让外国专家都一致认定他才是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掌声有请中国刘桂成。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被称为邱建良的接班人，中国小将刘桂成。年仅19岁，却有着25战23胜，其中包括18场 KO 的豪华战绩。拳腿功夫无可挑剔，相当精湛，而且敢打敢拼，无畏强敌。目前在国内拳坛，他的这个级别，他的这个年纪啊，几乎是找不到对手，上升的势头啊，实在是太猛了。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外国选手便是来自于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生涯战绩58胜36负啊，其中包括35场 KO 对手。这个维克托呀，他输过赢过，但是观众朋友们，他从来没有被 KO 过。他自己也说了，我从前没有被 KO 过，现在也不会啊，以后更不会。在国内有很多拳迷粉丝啊，称他为巴西版的武僧一龙。现在为各位带来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由红方刘桂成对上南方的维克托，比赛已经开始了。对，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状态。对，由地主的柔道格斗的刘桂成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这个维克多。很有个性的绰号。是，为什么叫铁头哥呢？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也打缅甸拳，头锤啊，跟对方拼头锤，太恐怖了。对，心理素质非常过硬，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对，虽然说维克托大了刘桂成整整12岁，但是我们从刘桂成这个小伙的眼神，包括状态来看啊，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畏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说你头铁，那不好意思了，那我就偏偏要打你的头。你看，这个拳头专往这个铁头哥呀维克托的脑袋上抡。
你不是没被 KO 过吗？啊，今天我满足你。但是蒙国东好像赛后也说是对手很难打。对，那蒙国东凭借了多场优异的表现呢，拿到中日对抗赛的门票。那即将在中日对抗赛对上佐由田泰成，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对，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我们现在回到场上。哦，转身个腿把，漂亮。两个拳法互控互顶啊，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但是维克多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桂成展开了对攻。对的，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这场比赛很明显了，刘桂成这个小伙呀，他是一个拼打型的选手。什么是拼打型？那就是敢打敢拼，喜欢换拳啊和进攻的选手。而相比之下，维克托呢却显得非常的笨重啊。也许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但是啊，显得的确有点笨了。他精通泰拳啊、跆拳道、空手道，还打过缠马的比赛啊。但是他给我一种啊，这个样样通、样样松的意思，好像什么都会啊，但是好像都不是很精湛。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方选手的膝盖。对，因为我们的刘桂成的拳其实是比较好的。刘桂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很可惜，3回合先为点数嘛，28-29输了一个比赛，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就是踢得非常漂亮。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刘桂成这个小伙呀，不愧是邱建良的接班人。的确，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要知道，在19岁这个年纪，能和一个国际知名悍将打得有来有回的选手，我们国内啊实在太少了。更何况本场比赛，我觉得并不是有来有回，我们甚至啊是占到了上风。照这个形势，纵使这个维克托呀，他的脑袋是个铁疙瘩，我觉得本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把他脑袋打成一片菜刀啊，也不是没有可能。你看这一招一式，神龙摆尾，简直就是邱建良一个模子里啊刻出来的。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表现。观众朋友相信我，绝对是要比眼前的武林宝贝儿啊还要漂亮啊，还要美丽。好，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那维克托在泰国打缠马是靠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但是呢，这场比赛他教练发现这个维克多的拳法不如刘桂成，所以叫维克多不要出拳了。而刘桂成拳法晋升之后补上一个膝撞，双方呢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对，我们可以看到，维克多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针对刘桂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展开了进攻。虽然说第2回合对方改变了战术来针对刘桂成，但是我怎么感觉刘桂成的火力呢依旧是不减。其实啊，很多拳坛老将和老油条啊，虽说他们经验丰富，但是他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你看，如狼似虎的年纪，他没有战术啊，就是一个字儿干。好，漂亮，转身边拳有命中，但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可以啊。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是。然后蓝方也是非常仰赖自己的拳法，即便他的教练叫他先踢，但是呢，他就喜欢出拳。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下意识的会信赖自己最熟练的动作。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鼻功。对，练不成的没办法，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不能说因为你有铁头功啊就不用防守。对，因为你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会给裁判留下一个印象啊，你被揍啊，又撞了，这个鼻子都撞了。像打拳啊，有人喜欢打下巴，有人喜欢打鼻子，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对，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对，他一直在张着嘴呼吸。是，双方选手浴血奋战呢。其实看过邱建良年轻比赛的观众朋友啊，肯定能看得出来啊，这20岁的刘桂成可比20岁的邱建良要猛得多。好漂亮，转身摆尾，而且这一招一式啊，让很多外国专家看到之后都直呼，这就是啊年轻时候的邱建良。好，我们看巴西维克托，这位巴西铁头哥呀，他的铁头貌似不太灵了，因为他的鼻血已经被揍了出来。好，第2回合马上结束。好，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腿的高扫踢，对，希望能出奇制胜啊。经过前2个回合的较量，现在局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啊！胜利的天平啊，已经慢慢倒向了刘桂成。
我们看双方的精彩回放，你看刘桂成的拳，这个刁钻角度啊，打的是真准啊！这个维克托是根本防不住啊，将维克托白色的脑袋啊，硬生生打成了通红的颜色。3回合，我们的前2回合维克托的铁头功被我们的刘桂成给破解了。对，我们看看决胜局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比赛。所以如果对上这个下巴比较硬的，其实打鼻子就对了，或者是打这个鼻子跟这个眼睛的中间，他会看不到。刘桂成还是很坚决地贯彻了自己的战术，就靠一双拳头从第1局打到了第3局。好，转身后蹬，哇，再回头再一个转身后摆拳。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是相当不错，再把它转回来嘛，这平常都有练过的。那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桂成。哇，很漂亮的拳法组合。对，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看来今天刘桂成的话，不仅仅是想要赢得比赛，更多的呢是想要打破对方的这个从未被 KO 过的记录。都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还在疯狂的猛扑。虽说体能有下滑，但是这个进攻的势头啊和进攻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位老将维克托也在拼命挣扎，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丝丝尊严。遭受了这么多次重击，对，毫无反应。哇，这个有了，脚跟踹下去就有了，太漂亮了！哦，哇，转身后蹬。哇，观众朋友们，不愧是邱建良的接班人，名不虚传。就这终结方式，我觉得就连邱建良看到的话，估计也会惊掉下巴，太像了啊！神龙摆尾终止比赛，而且还终结了一个从未被 KO 的选手，也证明了神龙摆尾这一招啊，绝对是威力十足。好，让我们恭喜刘桂成，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